海神教的教义并不复杂，还有歌谣口口相传。初学如何拜祭海神，就是宣扬和善平和，出海陷入绝境不要放弃，海神永远陪伴着你，诸如此类。其中还有一条教义是李长寿判断海神教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海神会把在海中失落的魂魄带去轮回，让他们能够在许多年以后再次出现在我们身边。这明显是熊寨有人借鉴了地府轮回之事啊！但是这条教义的存在却让海神教的众教在出海时，面对一些恶劣环境时，多了一份抗争之心、求生之心，也因此有许多渔民扛过了灾祸。海神教本身完全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但就是因为此地香火功德被占，有势力暗中派妖魔来捣乱，这一次行动更加迅速。李长寿凭借指道人发动偷袭，一把三昧真言烧光了那群妖鸦，迅速处置好这些乌鸦的灰烬。李长寿的心神再次专注于神像附近躲藏的纸人，时机已经成熟，不敢多耽误。李长寿直接解除土遁，这一具指道人保持着一名中年道者的身形，背着手踩着云，从神像后方100丈处现身，缓缓升空。偌大的山坡站满了人影，此刻却是落针可闻。一位女子指着这中年道者发出一声尖叫：显灵了！海神显灵了！大家快跑啊！跑什么跑？这是海神呐！大家快磕头才是正事儿。谢谢海神，保佑我夫人孩子母子平安。谢海神大人，保佑我儿海难生还。场面顿时混乱不堪。大家都不要跪！突然，那熊寨的村长一声大吼：这是妖魔！看他哪里跟咱们海神相像！愚昧！南海哪来的海神？李长寿一声大喝，声传百里，长袖一挥，一掌拍出，李长寿的仙力凝成了一只青色的巨掌，对着神像拍落下去。抱歉了各位，待我寻到办法，将这份香火功德可以还给你们，咱们各自两不相欠。李长寿心底一叹，察觉到自己竟然有些失落，也是禁不住苦笑了一声。掌影即将落稳，李长寿的眼角突然瞥到了在神像的侧旁有一缕缕土黄色光华在迅速凝聚，下一瞬，一把巨斧的背影毫无征兆，诡异且突然地出现在了神像的上方。这巨斧被一只同样由光芒凝成的大手握着，直接劈在了李长寿打出的掌影之上。李长寿随手打出去的这一道掌影，相当于普通仙人一击的掌影，竟然被巨斧瞬间击溃。掌影，巨斧，粗壮的手臂，这……李长寿一直都知道洪荒很大，奇人异事很多，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族炼器师，但他着实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有完全看走眼的时候。神像侧旁有一个壮汉正张开自己的大嘴，口中喷出了一股土黄色的光晕，这一束光凝成了那只握着大斧的巨人手臂，将李长寿拍出的掌影轻松劈散。刹那间，李长寿有关熊寨的认知彻底崩塌。最初虽然看出熊寨有些不同寻常之处，但自己当时忙着稳固飞升之后的修为境界，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悄然离开了。后来熊寨开始了他们发扬海神教的生财计划，并将海神教发展到了如今这般规模。这个过程当中，李长寿偶尔也会注视一下熊寨之人，但就是这些初看只是四肢发达的家伙，李长寿一直没能看出他们有什么破绽，只是当他们贪点小财。有时候甚至看着他们憨憨厚厚的样子，还会觉得
有些人生来就是淳朴的，是善良且简单的。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他竟然被这些看起来铁憨憨一般的家伙蒙骗了这么多年。李长寿自认自己有时候的确是藏得深了点，但是跟熊寨的这群人相比，绝对自愧不如，瞬间甘拜下风。这南海海神教干脆改名叫做猜不透神教算了。这些熊寨的男女老少竟然能够合伙演一场大戏。当年那条载着自己的怪鱼，说不定就是他们有意捕杀。这一个瞬间，李长寿心底横竖满满的都是2个大字：算计。但是李长寿并未慌乱，心底震撼归震撼，却不会影响到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李长寿控制着这只指道人立刻飞退，但是那条巨人手臂劈开掌影之后，又抓着大斧砍了过来。这个画面说不出的诡异，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张嘴吐出黄色的光芒，光芒之内凝成一把巨斧，一条手臂宛若活物一般追着李长寿就砍。这一击看似十分缓慢，但是李长寿却察觉到了其上微弱且玄妙的道韵。4慢10快，4轻10重，这与李长寿所知的道法神通完全是2股不同的力量。李长寿感觉不出其内蕴含的力道，但却不敢小看这一斧的威力。他在空中迅速横挪，勉强躲过了这一扳斧，可是身后的山坡却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条数百丈长的裂缝。仙石突然捕捉到侧旁又有光芒绽放，电光火石之间，李长寿的身形立刻冲天而起，一根剑矢在他的脚下极快地擦过，其威力绝对能够将自己这具仙力护持的指道人一击穿透。低头便见又有一名壮汉身上出现了异样，这个人倒是没有表演，大变班斧，嘴吐手臂。他本来就十分粗壮的双臂，此时变成了常人一般粗细。这2条手臂之上却流转着宛若琉璃般的光芒。随后这人双手凭空做拉弓射雕状，手臂上的光芒自行凝成长弓与箭矢。李长寿闪身冲向云中，并立刻开始左摇右晃，勉强躲过了对方的又一箭。这一箭射穿了上方的一朵白云，在高空炸散。李长寿继续朝着空中疾飞，飞到了刚才箭矢炸开的高度，下方的威胁顿时消失不见。低头看去，一群身穿黑衣的铁塔汉子在那儿挥舞着手中的兵刃，对着李长寿的指道人一阵耀武扬威，口中发出喔喔的嗓音，似乎是在嘲笑奚落。这些年发展海神教，熊寨的男男女女走南闯北，也都算是见多识广，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熊寨铁塔了。当年的他们看到有炼气士会飞，就会认为这是神灵仙人，要跪拜祈福。如今的他们直接把自家的海神的化身打到高空不敢落下，还在下面一阵嬉笑怒骂。下来啊，胆小鬼，装神弄鬼的，有本事下来扳手腕，比比臂力。这时不只是李长寿有点懵，下面那人山人海的凡人教众也有点懵。打扮成了黑熊精的熊寨村长反应倒是十分的迅速，村长眼珠子一转，立刻大喊：海神显灵，是海神显灵对神使降下了神力，谢海神庇佑，海神之威不可侵犯。顿时周遭的教众纷纷高声呼喊，声浪宛若山呼海啸。这群教众再次对着神像叩拜，不少人的目光中满是狂热，场面十分壮观。我靠，这也行？李长寿的心底哭笑不得。自己用纸人化身前来，是为了告诉这些教众并不存在什么海神，但是今天
他做了周全的计划，更是为了护持此地较重，灭杀了2波来袭的大妖。到头来，自己反被自己神教的神使追着砍了一阵。这叫什么荒唐事啊！这简直就是划洪荒之大稽。大概李长寿应该算是史上最没牌面的香火神了。原本李长寿只是觉得海神教会成为自己以后的隐患，会后续惹来业障，所以要尽快解决此事。此时看来，自己或许也只是被熊寨之人给利用，这些铁塔的心也是脏得很呐。高空中，李长寿的目中划过一丝狠绝，反手扣住2只瓷瓶，但随之他就意识到，自己如果真的这么做，只会平白无故给自己招惹业障。更何况熊寨的这些家伙背后可能有什么恐怖的存在，必须要先搞清楚这些家伙的底细。一个小细节迅速被李长寿给捕捉到了。刚才那个口中喷出手臂和大斧的壮汉，此时已经是精神萎靡不振的坐在神像侧旁。而那名刚才手臂变成常人粗细的壮汉，此时也是垂着手臂无法抬起来。莫非是血脉之力？人族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血脉之力呢？李长寿的心底突然闪过了一丝小闪电，看着下方这群耀武扬威的铁塔身影，想起了几则古籍所记载的典故。盘古开天地后，元神化作3清，尸身又孕育出了一个种族——巫族。巫族在远古时慢慢的发育，有功德庇护，又有盘古大神残留的少许神力。12祖巫呼风唤雨，掌控远古规则之力，族内大巫战巫层出不穷。龙凤大战之后，巫成了百族最强的一族，剑自满700族，百族不服，逐渐联合，奉太阳星中化生而出的金巫族大能东皇太一与帝俊为首，自称为圣族，与巫族连年征战。后圣族渐渐被称之为妖族，东皇帝俊自立为妖皇，在不周山之顶立妖族天庭。巫妖3次大战，打空了2族气运，才有了人族的渐渐兴起。因人族与妖族有无法化解的灭族之恨，第3次巫妖决战前的漫长岁月中，巫族与人族渐渐通婚，产生了巫人一族。巫妖落幕，巫族被封镇在北距泸州，妖族退避于大洲交界，而巫人一族有人族之势，也有半巫之能，也曾颇为适当。但是在上古末期人族崛起的过程中，较为凶残的巫人部落被渐渐打压，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轩辕皇帝与蚩尤的夺运之战。自那之后，巫人渐渐消失不见。莫非……李长寿看着下面活蹦乱跳的这些铁塔们，心底泛起了这般的狐疑。莫非这真的是上古时巫人的一脉？因为祖居南海一隅，躲过了巫人之劫，所以留存至今。倒是越看越有可能。李长寿将手中的瓷瓶收起，皱眉注视着下面的情形。事情越来越麻烦了。巫妖大战的漫长岁月中，天地间生灵一批批惨死，无数孤魂在天地间徘徊，最后渐渐消散。巫族祖巫大得后土于心不忍，主动牺牲自我，身化6道轮回盘。因此今日之生灵大都欠了大德后土一份因果。而且巫族残部有一部分也去了地府任职。熊寨的这些家伙能够施展出这种神通，说明体内巫族血脉比例
绝对不低。李长寿的念头不断的转动，此时却是已经得出了对付这些雄货的方法。迷药阵法都可以轻松达到效果，但是第一套自毁神教的方案已经没有什么作用，除非他下狠心灭掉熊寨，不然这些熊寨之熊不断在人前显圣，海神教还是会迅速发展壮大。正此时，李长寿突然又察觉到西北方向的海面上又有一大片黑云压来，其内有6头大妖，妖气滚滚，遮天蔽日，一如既往的十分猖狂。显然有人还是不准备放过这次机会，想要趁着海神教这一次教众聚会毁掉海神教。李长寿也有些无奈，虽然与对方的目的相同，但他又不能让凡人教众平白无故被害。有了，这个熊寨。李长寿控制指导人突然朝着下方俯冲，躲开一剑，又立刻朝着西北方向飞驰。他暗中施展风雨咒，模仿着下面那个黑熊精村长的嗓音，在熊寨之人耳旁大吼一声：别让他跑了！霎时间100多壮汉同时发足狂奔，速度着实是不慢。我咋开口说话了？熊寨村长一愣，随后连忙大喊，喊住大半族人。跑得最快的20多个人已经是绕过了乌压压的教众，朝着西北方向发足狂奔，口中嗷嗷的乱叫着。他们奔跑的速度比普通未成仙的炼气士驾云还要快上一丝。乌善奔为大地之主。李长寿暗中观察着这些疑似巫人，同时做好了毒杀那6只大妖的准备。他倒是想看一看熊寨这些神使到底有多少实力，是否还会给他带来其他的惊吓。然而李长寿的仙识又在南边发现了一块乌云，心底有些无力吐槽，今天这是怎么了？南海神教一个聚会惹来这么多势力的反应。南面的大海上，一朵黑云迅速地压向安水城。这不是妖族，黑云上站着一排排仙蛟兵，应该是南海龙宫的精兵。